且慢。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 跟上！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 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 谁啊？我看到你了！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
宗的脚竟然保养的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啊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别说，这视野倒真挺不错的，就是师祖喜怒无常的，有点破坏上班体验。不过，在这高塔里独自闭关500年，性格变扭曲了，也不奇怪。师祖，你看我多努力啊，干活呢。师兄，是你呀！我以为老板来查岗呢，吓我一跳。
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，你要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邪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戕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饶命啊！我什么也没干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。师祖，我灵力低微，帮不了您，要不我先下班了哈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师祖，您是不是发烧了？我给您探探。紧紧握，彼岸闪烁，让你我烙下份炽热，迷离不愁，鸳鸯执着，凝结成琥珀，望着眼前的叶落，轻一笔水墨。师祖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，我绝对没有半点要冒犯您的意思。他竟然能缓解灵火带给我的灼烧之痛。他既能替我缓解灵火给我带来的灼烧之痛，若他真的对我毫无贪念，的确能成为一枚好棋子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以这魔域间隙为由，把门打开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
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呢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，怎么也入了。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。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啊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虽然也会碰到那种爱搞职场斗争的内卷狂人，不过只要我不掺和，也能活到大结局。上什么卡？内卷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哦，你就当成我们清谷天独特的说话方式好了。哦，这样。你真的对师祖无所求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好胜心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的苟住。就是活着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吃好睡好。真的吗？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，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木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。好痛！
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呀！谢谢啊。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。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廖廷艳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魂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